你还在靠加班证明自己，小心，你可能正用战术上的勤奋掩盖战略上的懒惰。在这支影片里，我们要来拆解一个残酷真相，在职场上最努力的人，为什么升职加薪的反而不是你？你将学会什么叫做关键变量思维、底层逻辑、职场不可替代性、系统思维与模型思维，彻底打破努力就会有回报的错觉。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，每天加班到深夜，结果升职加薪的却是那些看起来没那么拼的同事？这种感觉是不是很错愕，很不公平？我跟你说，以前我也觉得超不合理，但听完一位老师的分享后，我才发现，原来我们把勤奋用错地方了。这位老师直接点破，很多人天天加班，其实是用战术上的勤奋掩盖了战略上的懒惰。你没听错，他说拼命加班的人反而可能是懒惰的，这观点也太颠覆了吧。他说，思考其实比行动更难，很多人宁愿忙得像个陀螺，也不愿意停下来好好想一下自己到底在忙什么。那这样，我们一直引以为傲的努力，难道就真的是个笑话吗？老实说，如果你的努力没有打在关键变量上，那都只是徒劳的体力消耗。什么是关键变量？简单来说，能被你改变的就是变量，改不了的就是常量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你正在擦一艘正在沉没的船的甲板，你再怎么努力，船还是会沉啊，对不对？公司制度是常量，你改不了，但你的能力就是个变量，所以聪明人会把力气花在你能掌控的变量上，普通人却在那些改不了的常量上内耗。聪明人从不硬碰硬去撞南墙，他们会想办法找门，把精力放在真正有用的地方。听到这里，我是真的有种被骂醒的感觉。那我们到底能掌控哪些变量呢？老师说有几个很重要的，你的核心技能、解决问题的能力、你的人际关系网络，以及最重要的你的选择权。你可能跟我一样会想，在996的环境里，我们真的有选择吗？老师说，当然有，你可以选择提升自己的不可替代性，可以选择离开，甚至可以选择改变你对这个环境的看法。所以啊，与其天天抱怨996，不如把力气花在让自己变得不可替代。因为市场很现实，它从来不会可怜那些勤劳的普通人，它只会为稀缺的能力议价。这句话真的太扎心了。很多人拼命干活，也没看到什么好结果，就是因为他们把辛苦跟有价值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给搞混了。搬砖很辛苦吧，但市场不会因为你搬得很辛苦就多付钱，他只在乎你能搬出什么独特的价值。那要怎么跳出这种徒劳无功的努力陷阱呢？老师给的建议是，学会使用上帝视角，跳出棋盘，看棋局，问自己这件事的底层逻辑到底是什么？什么是底层逻辑？比如说，你努力工作的底层逻辑，不是你很辛苦，而是你的不可替代性。又比如，升职的底层逻辑，不是你有多么老实努力，而是你能不能为组织解决更大的问题。听起来很玄嘛，其实培养这种看穿底层逻辑的能力，你需要学会3种思维方式。概率思维就是不要把所有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，模型思维找到事情的核心规律，系统思维看清所有要素之间的关联。我知道这听起来好像有点高大上，但其实很简单。从哪里开始呢？每天问自己一个问题，我今天的努力用对地方了吗？那什么才叫对的地方？就是能提升你长期竞争力的地方，而不是让你短期看起来很忙的地方。对于我们职场人来说，哪些努力才算用对地方呢？老实说，去学习那些可迁移的能力。什么是可迁移能力？像思考方法、沟通技巧、解决问题的框架这些，他们比你手上那些具体的业务技能更有长期的价值。短期内公司可能看重你的专业技能，但长期来看，比拼的是思维，技能让你进公司，但思维才能让你升职，这真是绝了。模型思维怎么用在日常呢？遇到任何问题，先问这件事的底层逻辑是什么，然后找到关键变量去干预。比如说，你想在公司里有更多话语权，话语权的底层逻辑其实是价值贡献和信任累积，而不是你职位有多高，或是你嗓门有多大，这就是降维打击啊。那系统思维呢？老实说，把自己当成一家公司来经营，你的时间、精力、人脉都是资产，你要像 CEO 一样，好好考虑投入产出比。没错，你就是你自己人生的首席执行官，没有人会比你更关心你的成长和收益。所以说，选择真的比努力更重要。正确的选择可以事半功倍，错误的选择只会事倍功半。选择决定了你努力的上限，
那对于那些已经在错误方向上努力了好多年的人呢？难道就直接放弃吗？老实说，不是，沉没成本不应该影响你未来的决策。转型不是否定过去，而是在过去基础上的一个升级。这番话真的让我醍醐灌顶。所以，底层逻辑的核心就是看透表象，找到规律。底层逻辑就像万有引力，你看不见它，但它无处不在的影响住一切。那职场成功的底层逻辑是什么？是找到你的独特价值，并把它放大到足以改变他人生活的程度。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独特价值吧？其实，你的独特价值往往就藏在你做起来毫不费力，却被别人称赞的事情里。我们现在年轻人很常遇到内卷的问题，内卷的本质就是在错误的跑道上竞争。真正的突破是去找到属于自己的蓝海。你可能说，现实就是大家都被迫加班，不加班就会被开除，怎么办？老实说，如果你的价值只体现在加班上，那确实随时可以被替代，关键还是要提升你的不可替代性。听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。提升不可替代性，具体怎么做呢？就是去掌握那些稀缺的能力，解决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，创造别人创造不了的价值。如果给职场新人建议，老师会说，不要急住证明自己有多聪明，先证明你有多可靠。不要急住追求成就，先追求成长。那35岁以上的职场人怎么应对中年危机？年龄带走的是体力，但它应该带来的是判断力。35岁的竞争力在于经验转化成的洞察力。很多企业就是偏爱年轻人啊。老实说，企业偏爱的不是年轻，而是性价比。如果你能证明你的价值远远超过你的成本，那年龄就不是问题。面对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，普通人要怎么保持长期竞争力？老师给的建议是，永远站在变量的那一边，而不是常量的那一边，要拥抱变化，而不是固守过去。所以，真正的聪明人不是比别人更努力，而是比别人更会思考和选择。聪明人知道，在十字路口走对一步，抵得上在平路上走10步。最后，用一句话总结那些正在内卷、加班、迷茫的年轻人该怎么办？停下来思考，你的努力是否打在了关键变量上？如果不是，勇敢调整，哪怕这意味着短期的不适应。如果这支影片帮你看清了努力陷阱的真相，别忘了按下赞，订阅精读频道。我们每周用3分钟帮你读透一本改变人生的好书。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，你在哪个错误方向上努力过？你准备好转弯了吗？让我们一起摆脱无效努力，打造属于自己的职场护城河。